大家好，这里是看的说。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抗阻力训练计划的制定，主题是如何确定你的训练负重，也就是你应该使用多大的重量进行训练。确定训练重量是训练计划中最关键的内容。负重其实不能单独谈论，就和你的训练目标有重要的关系，和动作完成的是否标准以及是否尽力也有非常重要的关系。当然，最重要的因素来自于肌肉纤维分裂以及肌肉功能系统的不同。有3种方法可以帮助你确定你该使用多大的重量进行训练。在介绍之前，你要了解一个专业的名词 RM， 中文的意思是最大重复次数。因为每个人的力量不同，所以一个重量每个人能完成的次数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是1RM 负重，那就是指可以完成1次的训练重量。8RM 也就是可以完成8次的训练重量。同样是一个训练动作，你的 1RM 和其他人的 1RM 可能相差很多。因为负重和训练次数有密切的关系，因此使用 RM， 也就是可以完成的训练次数来确定训练的负重。第一种方法是测出你 1RM 使用的训练重量。测 1RM 的方法适用于中高级别的训练者，因为负重较大有一定的风险，所以不适合初级训练者使用。同时，使用 1RM 的这个方法也不适合测试辅助训练动作，尤其是使用固定器械进行训练的动作。对于有训练表现需求的训练者特别适合，也就是运动员。对于健身训练者，或者说是以体型改变为目标的训练者，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处。因为以增加体积性肌纤维为训练目标的人，每组训练的次数应该做6至12次。测 1RM 也就是测量出你的最大力量，这与你平时的训练关系不大，所以大家只要知道有 1RM 这样的测试方法就可以了。方法我就不在这里介绍了。现在在屏幕上跳出的表格是通过 1RM 的测试推算出你做6至12RM 应该使用的重量。当然这个也可以反推算，例如知道 8RM 的负重，你就可以推算出你 1RM 是多少了。第二种方法是测出你的 10RM 使用的重量。这个方法适合于所有的训练者，而且适合于主要训练动作和辅助训练动作。具体的测试方法是这样的。首先，你要预估出你做 10RM 的大概负重是多少。例如做卧推的 10RM 测试，你预估你可以用80公斤的重量做 10RM。第二，你要进行热身，尤其要热身跟你测试有关系的肌肉。延续上面的举例，那就是热身胸肌。选择轻重量做热身，例如选择用30公斤先做15个，休息2分钟，用50公斤做12个，然后再休息2分钟，就可以进行80公斤做10次，也就是 10RM 的测试了。第三，要在有人保护的情况下做测试。如果顺利完成，也就是80公斤做了10次，并感觉还可以做更大的重量，那么记住不要做超过10次。休息2至4分钟，再加上5公斤，再进行测试。如果完成不了10次，休息2至4分钟，减去5公斤，然后再次进行测试。通过这样的测试方法，最终确定 10RM 的使用重量。记住，测试环节尽量不要超过3次，这就要求你预估重量一定要相对准确。你测试10次8次的，你的胸肌能量耗尽，你测出的重量一定不准确。然后我们来看这个表格，表格的第一行是1至15RM， 第二行是不同 RM 对应的 1RM 的百分比。例如 10RM 的负重就是 1RM 负重的 75%， 也就是如果你可以用75公斤的负重做10次，那么你可以做1次的最大负重是100公斤。我们也可以将这个百分比作为训练强度的一个指标。例如做 10RM 使用的是60公斤，那么做 1RM 就可以使用80公斤， 2RM 就可以使用76公斤。这个表格很长，因此我无法将所有的数据都放在屏幕上，所以我会找一个更好的方式将这个表格给大家。以后大家可以通过查询这个表格，了解在做不同次数的训练时，大概可以使用多大的负重。要补充一下，因为每个人的力量不同，训练的经验和级别、时间也不同，
所以表格所列出的重量和次数的准确程度一定会有误差。10rm 的负重相当于75%强度的负重，再加上可以推算 1rm 到 12rm 的负重数字，所以 10rm 的这种测试方法使用的范围非常大。第三种方法是测出你的目标 Rm 使用的重量。例如，你想增加肌肉体积性纤维，每组应该做6至12次，那么你可以直接测出你 9rm 的负重，这样选择训练负重时，比 9rm 使用的重量多一些或少一些，都在可以完成6至12次之间就可以了。目标 Rm 的测试步骤和 10rm 的测试步骤相同，所以我就不再赘述了。确定了训练目标，并测试出你使用的重量，并记录下来，你就可以明明白白地安排训练了。下面我来讲，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增加负重。我们以前的话题中讲过超负荷原则，也就是通过不断增加训练强度，给肌肉带来刺激，促使肌肉发展。增加负重的方法并不用你重新进行 Rm 测试，只需要使用22法则就可以了。22法则一点都不二，它的方法是一个训练动作在2次训练中，最后一组都比计划完成的次数多做2次，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增加训练负重了。这就是22法则。例如，你腿部深蹲的训练计划是负重100公斤，做4组，每组做8次。如果你可以连续2次，在最后一组，也就是第4组，可以做到10次，比计划中的8次多了2次，那么这就意味着100公斤的负重对你来说已经没有刺激了，你需要增加杠铃的重量了。所以在刚才的例子中，第一个2指的是连续2次，第二个2指的是比目标次数多做了2次。最后一个内容，达到了22法则，我们应该增加多少负重才是合适的呢？将不同的训练者分为2个级别，初级训练者上身的肌肉达到22法则以后，增加1至2公斤的负重，下身肌肉的训练负重增加2至4公斤，中高级训练者上身的负重增加2至4公斤，甚至更多，下身肌肉的训练负重增加4至7公斤，甚至更多。当然，你要根据你自我的实际能力来决定增加多少负重。增加完负重一定要记得符合专项性原则和超负荷原则，也就是说，你的训练完成次数要符合你的训练目标。好，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在制定训练计划中，选择合适的负重是训练计划的关键。选择负重一定要根据训练目标来安排，每组训练负重越高，可以完成的次数越低。所以，负重和训练目标以及训练完成的次数有密切的关系。我们介绍了 Rm 的概念，也就是每组训练你可以完成的次数。Rm 也就代表着你应该使用什么样的重量来进行训练。有3种测试的方法可以帮助你确定训练的负重。第一种方法是测出你的 1rm 使用的重量，第二种方法是测出你 10rm 使用的重量，第三种方法是测出你的目标 Rm 使用的重量。确定了训练负重，我讲了何时应该增加负重，也就是一直保持对肌肉的训练刺激。推荐使用22法则，也就是一个训练动作连续2次，在最后一组都比计划完成的次数多做2次，这就意味着是时候增加负重了。最后我讲了达到22法则以后应该增加多少重量。这个表格根据不同级别的训练者、不同的身体位置，推荐了增加重量的数字。在安排训练时，不要根据自我的感觉，凭感觉可能会造成负重使用的错误，可能有时使用了正确的负重，可能有时使用了错误的负重。当错误的使用了负重，你那次训练的效果一定就不好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对大家在选择负重方面有所帮助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